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周总，您不能这样做，这个客户我跟了2年，眼看就要签单了。我站在总经理办公室里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面前的男人，我们的新总经理周志明，不紧不慢地整理着桌上的文件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赵明，公司资源不是你的私产，大客户需要更专业的团队来服务，这是公司决策，不需要讨论。更专业的团队就是您从外面带进来的那几个所谓精英。我忍不住讽刺道，他们连行业基本术语都说不清楚，您就这么信任他们？周志明终于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。注意你的言辞，新团队需要时间适应，你作为老员工，应该多支持公司工作，而不是在这里质疑公司决策。支持？我冷笑一声，这3个月来，我的客户被一个个划走，我的提成被无故克扣，我的晋升申请被一拖再拖。周总，这就是您所谓的支持？周志明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如果你对公司有意见，可以选择离职，没人强迫你留下。这句话像一记重拳，直接击中我的心脏。是啊，从周志明空降到总经理位置的那天起，我就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。先是被排除在重要决策会议之外，然后是被调离核心项目，再到现在直接被夺走关键客户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直视他的眼睛。我的离职申请下午会发到您邮箱。转身离开办公室时，我听到背后传来他轻描淡写的声音：祝你前程似锦。回到座位上，我的手仍在微微发抖。5年了，我在这家公司付出了5年青春，从一个菜鸟销售做到销售总监，连续3年蝉联销冠，带出了最强的销售团队。而现在，仅仅因为一个空降的总经理，我就要被迫离开。赵总，怎么样？我的助理小李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准备一下，明天开始找工作。小李震惊地看着我，您真要走？不走等着被慢性谋杀吗？我苦笑着摇摇头。你也知道这3个月来发生了什么？小李咬了咬嘴唇。那我也跟您走，这破公司除了您，没人真心待我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别冲动，你还年轻，好好学着，总会。我决定了。小李倔强地打断我。赵总，我跟定您了。看着小李坚定的眼神，我突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在这冰冷的职场中，还有人愿意相信我，追随我，这已经是莫大的安慰。下午5点整，我的离职申请准时发送到了周志明和 HR 的邮箱。令我惊讶的是，不到10分钟，离职申请就被批准了，甚至连 HR 的面谈都省略了。走出公司大门，初夏的阳光照在脸上，带着一丝刺痛。5年的付出就这样轻易地被否定和抹杀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销售部的老王发来的信息：赵明，听说你要走，周总刚才开会，说要重组销售团队，调整提成结构。我冷笑一声，回复道：祝你们好运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家中的阳台上，看着城市的灯光渐渐亮起，手机不断震动，是团队成员们的消息。有人表达不舍，有人询问去向，还有人直言要跟我一起走。我没有立即回复任何人，因为在愤怒和失落之外，一个大胆的想法正在我脑海中成型。离职的第3天，我收到了竞争对手杨氏集团的面试邀请。赵总，我们一直关注您的表现。杨氏集团的
HR 总监笑着说：“您在行业内的口碑非常好，客户对您的评价很高，面试出奇的顺利。”当谈到薪资待遇时，对方直接开出了比我原来高40%的年薪，外加更有弹性的提成结构。还有一点，杨总亲自出面谈条件，我们希望您能带领一个全新的团队，目标是在1年内提升20%的市场份额，人员配置您可以自己决定。离开杨氏集团总部时，我的心情复杂的难以形容。一方面，这是一个极其诱人的机会；另一方面，接受这个 offer 意味着我将成为原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手。犹豫了1天后，我决定接受杨氏集团的邀请。同时，我给原团队的几个核心成员发了消息，告知了我的新去向。赵总，我想跟您一起走。赵总，算我一个。赵总，我下周就可以入职。不到1周时间，我的5个核心组员全部递交了辞职信。而更让人意外的是，有3位重要客户主动联系我，表示希望继续与我合作。赵总，我们信任的是您的专业和服务，不是公司品牌。一位老客户在电话中这样说道。当我带着团队正式入职杨氏集团的那天，收到了原公司 HR 发来的一条短信：赵总，周总想请您吃个饭，谈谈，时间地点您定。我回复：不必了。祝贵公司业绩长虹。入职第1天的例会上，杨总给了我充分的发言权。我简要分析了市场情况和竞争策略，特别提到了原公司的几个致命弱点。赵总真是了解得透彻啊！杨总笑着说：“有你这位内应，我们胜券在握。”会议室里响起一阵笑声，但我心里却没那么轻松。内应这个词刺痛了我。尽管我对原公司，特别是对周志明满腔怨恨，但叛徒终究不是一个光彩的标签。然而，当我看到办公桌上摆放的新名片——杨氏集团销售副总裁赵明，内心又涌起一股复杂的成就感。或许，这才是我应得的位置和尊重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我带领新团队马不停蹄地拜访客户，重构销售流程，开发新的营销策略。我们的攻势凌厉而精准，直指原公司的核心市场。赵总，原公司的周总亲自出面，给客户加了20%的折扣，试图挽回局面。团队成员汇报道：“我只是笑笑，越是慌乱，越是会犯错，继续按计划推进。”杨总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，经常在公司例会上表扬我的团队。1个月后，公司为我们举办了一个小型庆功会，庆祝我们成功签下3个重要客户，都是从原公司抢过来的。庆功会上，杨总举杯致辞，感谢赵总带领团队取得的优异成绩，特别是成功让原公司失去了近20%的市场份额。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断臂行动。大家都笑着鼓掌，我却感到一丝不适。断臂行动这个比喻太过血腥，而我并非没有感情的机器人。那毕竟是我工作了5年的地方，有我的心血和汗水。回家路上，我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：“赵总，我是周志明，我们需要谈谈关于你的未来，也关于公司的未来。”我冷笑着删除了这条信息。现在知道慌了，太晚了。转眼间，我离职已经2个月，杨氏集团在我的带领下，销售业绩暴涨40%，而我的原公司则传出裁员消息，据说销售部几乎被打散重组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准备第2天的客户提案，
前台打来电话，赵总，有位周志明先生想见您，说是您的老同事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冷静下来，让他等一下，我马上出去。电梯下到1楼，我看到周志明坐在大堂的沙发上，西装革履，但眼下有明显的黑眼圈，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不堪。赵总，好久不见。他站起来，伸出手，我没有回应他的握手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什么事？周志明尴尬地收回手，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吗？我带他到公司旁边的咖啡厅，要了2杯咖啡。直说吧，我时间有限。我开门见山。周志明深吸一口气，我想请你回来。我几乎要笑出声。回去？为什么？让你继续针对我吗？不，我承认我犯了错误。周志明的语气中带着少有的诚恳。公司现在情况很糟糕，自从你离开后，我们失去了近1半的核心客户，销售团队几乎解体。董事会已经对我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3个月内扭转不了局面，我就要卷铺盖走人。我啜了一口咖啡，没有说话。我愿意给你双倍的薪水，副总裁的职位，以及销售部的全权负责。周志明咬了咬牙，董事会已经同意了这个条件。为什么是我？我平静地问。当初你那么急着要我走，现在又这么急着要我回去。周志明沉默了片刻，似乎在组织语言。坦白说，当初我是怕你威胁到我的位置。终于承认了。我冷笑一声，继续说，公司内部对我空降总经理有很多质疑声音，而你作为销售部的灵魂人物，威望太高，我担心你会成为我的阻力，所以想先发制人。周志明的声音低了下去，没想到你一走，带走的不只是几个员工，还有那么多核心客户。我看着面前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，现在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突然感到一丝怜悯，但随即又想起这2个月的辛酸，怜悯变成了冷漠。你知道吗，周总？我放下咖啡杯，当初我只是想好好工作，从没想过要威胁谁的位置，是你的不安全感和傲慢，亲手毁了一个优秀的团队。周志明苦笑，你说的对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。公司上百名员工的饭碗都悬在半空中。赵总，求你回来，挽救公司。我思考了一会儿，决定不再拐弯抹角，给我一个回去的理由，不是为了公司，不是为了员工，而是为了我自己。周志明愣了一下，随后直视我的眼睛，因为那是你奋斗了5年的地方，是你的第2个家。你对公司的感情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错误就完全消失。他的话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某根弦。确实，尽管我恨周志明，但对公司，对那些共事多年的同事，我仍有感情。再给我一个理由。我继续追问。周志明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出了让我意外的话，因为你回去后将直接向董事会汇报，我不再是你的上级。事实上，董事会已经决定，如果你愿意回去，会考虑让你接替我的位置。这个消息如同一道闪电击中我，我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错。周志明苦笑着，这2个月的业绩对比太明显了，董事会认为你比我更适合管理公司。我陷入了沉思。回到原公司担任总经理，这本应是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，但我在杨氏也已经有了不错的开始，团队磨合得很好，业绩蒸蒸日上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我最终说道，我理解。周志明站起身，但希望你能尽快决定。公司等不了太久了。回到办公室，
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纠结。杨总给了我足够的尊重和平台，而原公司则提供了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挑战。正当我思考时，小李敲门进来：“赵总，听说原公司的周总来找您了，看来消息传得真快。”我点点头：“是的，他想请我回去。”小李表情紧张起来：“您不会回去吧？”我注视着这个跟随我一起跳槽的年轻人，看到了他眼中的担忧和不安。不只是小李，还有其他几位跟我一起来的同事，他们都是因为信任我才冒险跳槽的。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们的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小李松了一口气。我就知道赵总您不是那种人。不过他犹豫了一下，如果您真的决定回去，我们也想跟您一起回去。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些年轻人追随的不是公司，而是我这个人。这份信任和责任比任何高位都要沉重。晚上回到家，我给杨总发了一条信息，约他明天谈谈，然后又给周志明回了电话，告诉他我需要再考虑2天。躺在床上，我回想起这5年的职场历程，从一个销售新人成长为行业翘楚，付出了多少努力，经历了多少挫折。而现在，我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，无论选择哪条路，都将影响我和许多人的未来。第2天一早，我向杨总请了半天假，独自驱车来到城郊的一处小山公园。这是我思考重要决定时常来的地方。登上山顶，俯瞰整座城市，点点灯火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5年前，我刚从大学毕业，怀揣着梦想来到这座城市，一无所有。那时的我面试了10几家公司，都被拒绝了。正当我准备放弃时，林氏集团的老总林志远给了我一个机会。我永远记得他当时说的话：“我看人很准，你有潜力，不要辜负自己。”从最基础的电话销售做起，日复一日的拜访客户，研究产品，分析市场。第1年，我只完成了销售目标的80%；第2年，勉强达标；第3年，超额30%；第4年，成为销售冠军；第5年，带领团队创造了公司历史新高。林总经常夸我是公司的定海神针，每次遇到难缠的客户，都会让我出马。同事们亲切地称呼我为销售之神。那段时间，尽管工作辛苦，但充满成就感。半年前，林总因病决定退居2线，公司开始寻找新的总经理。当时，许多人都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，毕竟我对公司业务了如指掌，客户关系网也最广泛。但董事会最终决定从外部引进人才，理由是需要新鲜血液和创新思维。周志明空降而来，带着光环和傲气。刚开始，我并没有太在意，我相信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总会得到认可。但周志明显然对我这个功臣有所防备。他先是取消了我参与公司决策的权限，然后开始质疑我的销售策略，最后干脆直接接管我的核心客户。每次会议，他都会挑出我报告中的细微错误，在众人面前贬低我。销售不是靠关系吃饭，而是靠系统和流程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，明显是在否定我的工作方式。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，他将我一手培养的团队拆分重组，安插自己的亲信担任各小组负责人。我的得力助手小李被调去了最偏远的市场，客户资源也被重新分配。我曾多次尝试与周志明沟通，
但每次都被他以公司调整为由搪塞过去。几次争执后，我感到自己在公司的处境越来越尴尬，同事们开始远离我，怕被贴上照明派的标签。曾经熟悉的办公室变得陌生而冰冷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那次重要客户的争夺。这个客户我跟进了2年，眼看就要签单，周志明却突然插手，派他的亲信接手谈判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客户最终选择了竞争对手，因为对方根本不了解客户的真正需求。那天，我终于忍无可忍，冲进了周志明的办公室。回想起这段经历，我苦笑着摇摇头。人生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。当初拼命想留下的地方，现在却要我回去当救世主。下午，我约见了杨总，坦诚地告诉他周志明的提议。杨总听完，轻轻敲打着桌面：“赵总，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吧？”我叹了口气，说实话，我很纠结。在这里，我得到了尊重和信任。回去，虽然有总经理的位置，但要面对一堆烂摊子。杨总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：“赵总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当初那么爽快地接纳你和你的团队吗？”我摇摇头：“因为我看重的不只是你的业绩，而是你的为人处事。一个能让团队如此忠诚跟随的人，一定有超越常人的魅力和能力。”杨总停顿了一下：“如果你想回去，我不会阻拦，相反，我会祝福你，因为我相信，无论你在哪里，都会创造奇迹。”杨总的大度让我感动，但也增加了我的纠结。离开办公室时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好好考虑，选择你真正想要的。”晚上，我召集了跟随我来杨氏的5位核心成员，坦诚相告：“赵总，您真的要回去吗？”小李皱着眉头：“我还没决定。”我看着他们紧张的表情，但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团队中有3人表示愿意跟我回去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：林氏是我们共同奋斗的地方，有感情在，而且接手一个烂摊子，反而能更快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只有小李和另一位女同事选择留在杨氏。小李坦言：“赵总，我不想再面对周志明那张脸。”即使他现在低声下气，讨论持续到深夜。临别时，小李突然问了一个问题：“赵总，如果您回去，会怎么对待周志明？”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。复仇、宽恕，还是视而不见？第2天，我约周志明在一家茶馆见面，他提前半小时到了，眼中满是期待和忐忑。“考虑的怎么样了？”他急切地问。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问道：“周总，你真的认为我能挽救公司吗？”“当然。”他毫不犹豫地说，“你是最了解公司的人，客户都信任你，员工都敬重你。”我微微一笑：“那么，你当初为什么要赶我走呢？”周志明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：“我当时太自负了，以为凭借我在前公司的经验，可以轻松驾驭一切。没想到行业不同，客户不同，团队文化也不同。”我接过他的话：“周总，商业不是纯粹的数字游戏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信任。”他点点头，眼中竟有些湿润。“我明白了，但为时已晚，为时未晚。”我的回答让周志明抬起头，眼中重新燃起希望。“你的意思是，我有3个条件？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第一，我需要完全的经营自主权，董事会不干涉日常运营。第二，团队架构和薪资体系由我重新设计。第三，我停顿了一下，你留在公司，
担任运营副总裁。周志明明显愣住了。你不打算让我走？我摇摇头，赶走你对公司没有好处。你有丰富的管理经验，只是不了解我们的行业和团队文化。与其另寻新人，不如留下你，互相配合。周志明沉默了许久，最终长叹一声：赵总，你的格局比我大多了。如果当初我有你一半的胸襟，也不会搞到现在这个局面。2天后，我正式向杨总提出了离职。杨总虽然表示遗憾，但尊重了我的决定，甚至承诺给予我特别的离职补偿。赵总，杨氏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临别时，杨总真诚地说，希望我们未来有合作的机会，而不只是竞争。回到林氏集团的第1天，公司为我举办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，许多老同事激动地落泪，他们没想到我会回来。周志明在会上公开向我道歉，并宣布了新的组织架构。我担任总经理，他转任运营副总裁，负责内部管理和流程优化。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，我开始着手重建销售团队，挽回流失的客户，调整公司战略。工作繁重，但充满希望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很晚，走出办公室时，发现周志明也还在，桌上堆满了文件，还没走。我走进他的办公室，周志明抬头看了看我，苦笑道：在研究您提出的新流程方案，想提前熟悉一下。看着他疲惫的面容，我突然问道：周总，老实说，你后悔当初针对我吗？周志明思考了一会儿，与其说后悔针对你，不如说后悔当初没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局限性。我以为管理就是控制，领导就是命令，直到失败后才明白，真正的领导力来自尊重和信任。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，我们相视一笑，仿佛冰释前嫌。3个月后，公司业绩开始回升，我们不仅挽回了大部分流失的客户，还开拓了几个新的市场领域，团队士气高涨，公司上下充满活力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周志明在运营管理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。他重新设计的内部流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，降低了运营成本。我们的配合越来越默契，形成了良性互补。董事会对我们的表现非常满意，甚至提前兑现了年终奖金。林总亲自打电话表示感谢，说公司终于走上了正轨。一天下班后，周志明约我喝酒，几杯黄酒下肚，他的话变得坦诚起来。赵总，说实话，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回来？在杨氏，你有更好的起点，没有包袱。我晃着杯中的酒，思考了片刻，可能是因为这里有我5年的心血吧。看着自己一手建立的团队分崩离析，心里总是不舒服。就这么简单。周志明有些不信。还有一个原因。我笑了笑，我想证明，一个人的价值不是靠职位定义的，而是靠实力和人品。我要让大家看到，无论环境多么糟糕，只要坚持做对的事，终究会得到认可。周志明举杯致敬。赵总，我服了。当初如果我能放下身段跟你好好合作，也不会走这么多弯路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与他碰杯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一起把公司带向更好的未来。回家路上，我想起这几个月的经历，恍如一场梦。从被迫离职，到竞争对手高就，再到荣耀归来，每一步都像是命运的安排。职场如战场，有时退一步不是认输，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进。有些人一味追求权力和控制，
最终失去了最宝贵的人心。而有些人即使暂时低头，也能靠实力和人格魅力赢得尊重。也许真正的成功不在于你坐在多高的位置，而在于有多少人愿意追随你、信任你，与你共同奋斗。当你的价值被低估时，请记住，真金不怕火炼，离开只是为了被更好的重新发现。那些曾经轻视你的人，终将亲眼见证你的不可替代。而对于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最好的复仇不是将其打倒，而是证明他们的错误，然后大度地给予第二次机会。这不仅展现了你的格局，也为团队带来了更多可能性。在这个变幻莫测的职场中，你是愿意抱着仇恨错过机会，还是选择宽容成就更大的未来？每个人都会面临选择，而这些选择最终塑造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和职业高度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无论是回归的老同事，还是曾经的对手周志明，我们都在这场职场博弈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并因此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。这或许就是职场最宝贵的财富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